就是林哥其实是第2次跟我们的赵丽颖老师合作，就是会有什么不一样的体验或者说感受吗？这个时隔多年再合作的话，我觉得首先两个人都相对比较成熟吧。那这一次丽颖的身份又不太一样啊，我觉得她我觉得可能就是跟之前啊我们都不太一样了。我觉得这一次而且隔得太久了，对，跟导演也是在这个创作的过程里，我觉得可以碰撞出火花啊，可以去商讨啊，或者怎么样啊。你觉得跟丽颖的再度合作，它的变化最大的是什么？首先还是那么的漂亮，那就是没变。好话得说前头啊。我觉得多了一份责任感，感觉出来了啊，多了一份责任感啊。而且在这次丽颖还是监制是吧？对，对，有没有好好监制你？说严肃点儿。是治我了啊。接下来我们要欢迎的是与凤行剧组的主演林更新、导演邓科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先跟我们的网友打个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夕。Hello， 大家好，我是邓科。欢迎2位。我感觉邓科导演被林更新带的就都挺喜剧的感觉。哎，这是一部《与凤行》是一部喜剧吗？对，带有清晰的风格。拍肯定是喜剧。为什么呢？你演也得是喜剧。他这个人就很有趣，对。你看他这个可能不会觉得有这个怎么样啊，但他导戏的时候，他想到无数的点子，是吧？就是天马行空。主要能跟林更新和赵丽颖也能玩起来，大家就能创作出很多的火花。拍这种过去古代啊年代的这种作品的时候，就是可以天马行空，就是想象力可以比较驰骋，是吗？就是有别于其他的这种东方的传奇故事吧。对，相对来说可以更加了一些这种喜剧的元素。对，是我刚才看那个片段，就是我觉得林更新可能因为你无论是参加综艺和生活中给人的感觉，就是以前我觉得你就是一个冷峻小生，现在觉得你是个喜剧笑匠。确实很有意思。就一看到他就会觉得，哎，这好像有点跑偏了，就是那个拿到剧本的时候，你就看这个整场戏啊，你不觉得它是有这个搞笑成分的，但邓科导演是每一次啊走戏的时候就会给我们一些惊喜。他说：“哎，我们可以是加一点这种元素在里面。”我说：“那很不错呀，要不然你就是一个很平常的一场戏，怎么能把这种平常的戏，因为今儿咱俩刚才也见面聊了，说很多戏里面。”安宇也知道啊，拍戏那不是每一场都会很出彩啊，很精彩。那他就把一些比较平淡的这种过场戏也加了一些东西在，他自己的想法在里面。对，邓科导演是在拍这个戏之前就已经决定把它做成一个轻喜剧的概念了，对吗？还是在拍摄的过程中？还是因为看见了林更新？对，主要还是因为有林更新跟赵丽颖，因为初次见面我们大家聊得非常的投机，然后呢，对很多的一些表现手法啊，一些想表达的也都非常的认同，所以我们就更敢于在现场去尝试。再加上2位演员的演技又非常精湛，每提出一些要求，他们都能够非常轻松的完成，这就给我很多信心。对，然后也看到就是林哥其实是第2次跟我们的赵丽颖老师合作，就是会有什么不一样的体验或者说感受吗？这个时隔多年再合作的话，我觉得首先两个人都相对比较成熟吧。那这一次丽颖的身份又不太一样啊，我觉得她我觉得可能就是跟之前啊我们都不太一样了。我觉得这一次而且隔得太久了。对，跟导演也是在这个创作的过程里，我觉得可以碰撞出火花啊，可以去商讨啊，或者怎么样啊。你觉得跟丽颖的再度合作，它的变化最大的是什么？首先还是那么的漂亮。那就是没变。好话得说前头啊。我觉得多了一份责任感，感觉出来了啊，多了一份责任感啊。而且在这次丽颖还是监制是吧？对，对，有没有好好监制你？说严肃点儿。是治我了啊。那觉得更新的变化呢？他就更成熟了，然后也更幽默。那哪儿成熟？他就是个大男孩嘛，我觉得他还是那种感觉。但他这次在现场会给你很多的不一样的东西，就是不同的戏，他会给你更多的层次，这个是让我们很惊喜的，而且我们很敢去玩一些东西。比如说玩了哪些在以往这种题材的作品当中不太会去尝试的？
其实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这部剧在刚开始的前2集，赵丽颖扮演的那个角色，她是以一个动画的小凤凰的形象出现的，所以我们前2集的时候，很像在制作一个真人跟动画版的剧集的感觉。然后林更新也要面对一个绿色的那种道具，在无实物的表演。体验。对，其实表演难度是很大的。然后我们前期我们3个就一会儿会去商量这个动画形象应该怎么去表演，然后丽颖怎么给他配音，然后林更新怎么去给一个反馈，所以就沟通的很紧密，然后也很有趣。就等于前面他是先无实物表演，对，后面真人才出现。是的，应该加一句，前2集等的好苦啊。他就是从一个小凤凰蜕变成了一个人类，对这个过程，对，还有点挺神话的这种色彩哈。对，东方传奇。而且就是我记得以前我们比如说在做剧组导演访谈之前，我都会跟剧组要这个导演阐述啊，就是一般在导演阐述上，你会快速的进入到这个戏核心的东西。那您在就拍这样一个题材的作品之前，有没有做一些什么特别的准备？当然除了场景啊、演员啊等等，就从您导演的这个角度。有，因为这个剧它涉及到很多的特效的制作，还有一些比较新颖的一些美学的体系，所以在面对这次跟林更新老师还有赵丽颖老师合作的时候，我大概就做了一个500多页的 PPT， 把我想要表达的东西都放进去了，然后跟2位老师见面的时候，我就迅速的可以展示出来，这样为这是真的。500页 PPT 讲了多久？反正那天是我们在北京吃了一次饭，反正这个饭也没吃明白，一直在他那儿看捧那个电脑，哎，我就一直看啊，很用心，很用心，对，也很有诚意邀请。是你这个东西做出来，你真的很打动演员呢。就会说明导演已经在开拍之前把自己想要的东西都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剩下的精彩就等着演员给了，是吧？是的。所以我们也很期待，就这么一部用心之作啊，而且时隔多年，赵丽颖和林更新的再度联袂，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惊喜？告诉我，我看咋整啊？腾讯视频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丽颖。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林更新。那首先给大家上一个挑战，就是用最近网络热梗介绍一下这次饰演的角色。我是林更新，我在《与凤行》当中扮演的是行止。完了，我突然这词语组织不上来了，你想好了吗？说不出口了是吗？什么呀？这网络热梗，你有提示吗？就比如最近有一个就是哈哈被大家穷笑的那种。好，我想好了。你想好了？刚才我想好了，但没组织好。我在《与凤行》当中扮演的是行止，惹到行止，你算是踢到棉花了，对，这个。大家好，我在《与凤行》当中饰演碧苍王沈黎，惹到沈黎，你就踢到钢板了。说出最喜欢对方角色3个优点是什么？可以快速夸赞。会做饭。会做饭。还有什么？我说一个，你说一个，好吧？可以挑战一下。逞强，够装，坚强，粘人，逞强，坚强，要强，就是强，反正就是强。所以我们是强强组合。对，拍摄到现在，你们平常聊天过程中会用对方的表情包吗？会，我用太多。大新哥那表情包也太多了。都给你做了什么表情包？他表情包太老年了，他还自己不承认。如果给他发一堆马騮的表情包，他可能不太理解，发一堆猴是吧？对猴，我觉得这才土呢。他觉得我的表情包特土，我总用他一个表情包，那是哪游戏啊？认真的吧，一个嚼东西，嚼东西，吃东西，不能说很像，简直一模一样。一直嚼完，谁给我找出来一个我嚼东西？我哪部剧也忘了，一个古装人的嚼东西。金哥的王子爱，不也有那个吗？是不是？我那部戏不画那个很丑的那个妆，你是哪个戏？没画很丑那个？我看网友给我们2个表情包还不少，不少啊，类似的。给对方的微信备注是什么呢？现在方便透露吗？可以说的吗？狗哥啊。狗哥213，哎，我也是，我也把他生日也是背到后面的，就都记住了对方。记住了吗？我没改，我们一直我从那个拍《楚乔传》的时候就没改过昵称，你是改过呢？让我叫你什么神？是吗？改过神？你让我叫神，后来我找不着。没同意。对，这个还特意提了要求。没有，我给他一直叫星儿，这是但对，这是他的一个执念，是不？因为是为什么呢？拍那个《楚乔传》的时候吧，因为剧情里就会有我叫他星儿，他说我不叫星儿，对，他老叫我。有时候在片场我俩也开玩笑，我说他星儿，他说不叫星儿，不叫星儿。
一直念念不忘。现在也一直叫星儿，就没改到现在。啊。拍摄的时候有个路透图，就说啊哈追博美，对此有什么想说的吗？我觉得我是最冤的，因为我一直是跟兔子相关的，对，怎么在我这儿变了？跟他带成狗了，直接给我带成狗了。你好歹那很可爱啊，白白的。对，我那个是我那个也很可爱，很形象，憨的可爱。我真的看起来也很憨，跑来跑去的，穿的那么厚，在雪地里。以为穿成这样是一个那种唯美的，对，结果我们像琅琊榜那个胡歌穿的那种，很感觉我一穿像个大雕一样。然后结果就呈现一个非常有趣的风格。没想到从大雕变成二哈了。两位日常冲浪过程中有看到对方什么好玩的短视频吗？有，就是有他那个抱我抱不动的那个视频。真抱我！他是排名第一，幸运来排名第二。我说都让我赶上了。片场大兴哥努力的掰回来他的形象，告诉大家我能抱动。然后我们上次探班的时候，当时本来是一个冷笑话挑战，没有执行。看看呀，你这个搞的这个环节。我们这次准备了一个情话挑战，然后可以那个新哥可以用你的那个方言东北话来挑战一下。怎么还带图呢？这个是我们特意节选了，就是我现在看了片了之后看到最精彩的一段沈黎的台词。哎呀，现在看还记得这段话吗？我可以疯，别人可以疯，甚至3届都可以癫狂，你不可以疯。可是我早已经坠入了万丈深渊呐！我挣扎过，拒绝过，可是上天还不曾放过我。阿离，你告诉我，我该咋整啊？沈黎，我活了这么久，也就只遇到过你这样一个女人，你在想啥呀？那事儿以后，你可以立刻跟我翻脸，说正事儿，还没有半点糊涂啊！因为我不信。好，那我们最后快速拍一下那个拍立得，来，哎，咱俩坐着拍吧，你要这光，你一会儿先拍一张。可以，对，你们可以那个比一下上次那个姿势，上次那个被大家传播的特别多。这个是个按钮，按钮启当我动。按下了这个开关，你就打回原形，拍出女欧的感觉吧。那我得这样，你霸气一点，女王的感觉。女欧，那你下巴，对，有点俯视我的感觉。好，这张好，这张拍的好。你站起来了，还给我拍上。按体积按这个角度要求了。跟你一样拍成瓜子脸。好，觉得这那个角色和自己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吗？我是喜欢，也不是说一定要找自己相似，我是喜欢沈黎这个角色，因为我觉得他除了是战神，还有一个王爷的称号，喜欢这种有一点点。潇洒呀，有一点点叛逆呀，但是又很有责任感呀，这种角色。其实我们也发现，就是你以往都是很坚强独立的这种角色，这是自己的一个偏好吗？不是，只是碰巧，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优点，更希望在不同的角色里去完善它不光咱们清醒啊、独立啊，有责任心，但是对于情感呢也不懈怠，还比较幽默感，有点意思。就跟你们上次探班的时候也说，就是有很多那种就是冷不丁的那种肉麻的情话。我对艺人动了心。对，我们的任务就是一定要说出来，一定要勇敢的表达。新哥这次饰演的是2个角色嘛，那你自己会更羡慕哪种角色的生活呢？我羡慕行止的生活，因为平时过的就是行云的生活，平淡。你平常的时候更行云是吗？就是平平淡淡的。但你行止不一样啊，他不太平淡啊，但他试图想要平淡，但他平淡不了。他是身体不好，后背疼。病秧子吗？行云也身体不好，其实行止他也救完之后他也总疼嘛，那会儿就让我演嘛，导演就觉得说这可能不太好演，后背疼。我说哎，不用这个，我太知道后背疼是怎么回事了。这个是怎么去拿捏的？因为我颈椎不太好嘛，经常这个劳累啊，就是会背痛。我约莫是看上你了。就大家也被沈黎抓吻行止有甜到，就是想问一下新哥拍这场戏什么感受？这场戏觉得挺好玩的啊，因为
很多人意想不到。很多时候我们拍这个都要说保持一个好看的一个画面，我说我蹲一点或怎么样，但这一次完全就不用，他完全就是要表现出这样这个人物的性格嘛。对，那个霸气感。他你是什么高个子还是什么人？关键那个拉过来。对，那个时候他是觉得还想拉我一下，说哎很唯美啊，咱们这个时候。月光洒在身上是一个很浪漫的一个场景，以为我会伸手过去，但是他一下把我手，我就想说我是李小我也谁要拉这个手啊？直接咱就进入正题吧，我看上你了。我看上你了啊！那个王爷霸气一下子出来了。那其实大家一直在呼唤说惹月什么时候能够被捞上来？看了这次片，其实它真的有被捞上来。就对于这种呼唤和被响应有什么想说的吗？圆了很多这个《水樵传》观众的一个梦。其实他已经不是说非得他出来会怎么样，有没有第2集啊或怎么样不重要，但是这就变成一个梗了啊，咱就把这梗给接上了啊。这个接真的特别好，就是大家真的一直在呼唤。是啊，你这好不容易合作一次有古装片，对，正好有桥段，但我们之前的剧本里是没有这个的，后来特意加的是说，对，咱跟导演讨论了一下，说那对吧，也家里面吧，看看找一个合适的一个剧情。对，正好在我们那时候的生活的一个氛围里，那个小院的互动里，对，也算是一个生活的合理。对，合理。他不是非得要让他掉下去掉下去，但多少也有点儿，他不掉也可以走过去。主要就是那个打捞方式真的很特别，这里面是扯着他头发上去，当时为什么会这样设计呢？这也是表现出沈黎的一种性格吧，很符合沈黎的一种性格。跟他也不熟的时候，我一心想走，不是那种带有什么爱情或怎么样，对，一定要拍出特唯美，就给他2个人在水里什么人工呼吸啊，就没有，就是霸气的给他弄出来。为了做这个，然后我们其实站内还特意设计了打捞他的彩蛋，然后到时候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就做了一个很好笑的动画。我想你。其实大家也一直都很期待你们3搭嘛，然后如果有机会3搭的话，想挑战什么关系和人设呢？拍现代戏啊，可以拍一些贴近生活的，我觉得贴近生活是吧？演点这个就是生活上的超现实的。那角色关系想挑战什么？我演他父亲。生活的念念不忘，生活的超现实的。你们这是对演技的最大的挑战。对，今天我演你男朋友，明天我演你父亲。话题热搜预备。再换着演，我演你父亲，演我父亲。主打一个互相霍霍。就我们看到杀青视频的时候，然后新哥还哭了，就还记得当时为什么会激动流泪吗？其实杀青对于一个演员而言，其实就是你这一个角色，你这几个月，我觉得一个结束啊，我觉得很多人会对这种情感依依不舍。2是那天突然一下子，我俩拍哪场戏我忘了，导演那边没说，他常规咔杀青，导演组啊、制片人，然后是不是这些人都来了，默默的出现在后面给我们一个惊喜，我就很感动。我觉得大家都很用心。几个月相处，非常的快乐，就很融洽，很融洽。加上我们最后杀青那个景因为我们整部戏在横店经历了非常热的那前年那一个夏天，在摄影棚还比较多，那个时候景色也好。温度也非常好。其实那段时间工作转到最后那个20天半个月的时候特别舒服。对，你就觉得说这个创作了几个月，大家一起度过这几个月是很难忘的一段时光，是真的。剧马上要上线了，就2位有什么心情吗？其实我也挺想看的嘛，毕竟你拍的时候，一是期待我们整个一个画面，然后看看导演剪出来之后整个一个调性，然后期待整体的一个效果。对，我们也期待，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也欢迎大家来一起讨论，哪怕有吐槽也好，非常期待。对方和角色最相像或者反差的地方，怎么讲？这个王爷呢，他是一个身经百战的这么一个人，但他同时比较有趣的是，她是一个女人，她身边的这些将领啊，还都是那种比较粗犷的那种老爷们儿，怎么样？这样有一个比
比较反差的这么一个对比。因为我一看他演这种嘛，这硬撑的或者怎么样，就感觉就特别有意思。知道被对方看穿了，还要硬撑，被拿捏了，然后还是要硬撑。还记得拍那个《与凤琴》的时候，第一场戏是什么吗？是他带着我不顾众神的是那个火球那个不是不顾众神的阻挠，带着我说我们就要在一起。然后这不行呀，天君说不行啊，你这样可不行啊！考一下，带了一帮人在声讨我们，我说就要跟沈黎在一起，啊，谁有不服的，不服来战。一回头，刘老师说：“哎呀，这可是就被打翻了啊！谁也不敢反抗。我们俩就手拉手走了。因为导演说了，你这一帮人啊，30多个人全倒啊！完刘冠霖后来找我是个天君呢，我怎么能他们倒我也跟着倒？他说我有点后悔了，但没办法，拍完了。这两个角色，他们其实是一对双强的这种人设，有没有属于他们的名场面？分几个阶段嘛啊，在这个前期部分的时候，在这个人间的时候，场面就是我们日常行云打动沈黎、方心的一些片段与时刻。沈黎是一种很要强，然后自己也是在灵界高高在上的这种感觉的啊，就没人敢对他这样。双方都是这种，原来都是捧着，对他也是，你也是，除了我以外，谁见他都要行礼。那最终打动他的是什么点？沈黎真正爱上了他，一开始就爱上了。对，因为我们这有一个设定，就是这个神呢不能随便的谈恋爱，不能动情。你可以有感情，但你不可以动情。然后沈黎是知道的，知道他就很犹豫嘛，所以他就，所以才会犹豫。我得离开他，我就不见了。还有前面也是啊，他知道行云是个凡人，那算了吧，他早晚得死，对吧？他就虽然喜欢，对吧？你的想法就是，但我希望他能好一点。就这样吧，各自有各自的命对啊，他不可能去这个凡人去灵界去生活嘛。对，这一次拍摄下来，记忆点最深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拍结尾的时候，大结局的时候，我们两个真的是那一天还是拍了一天。他也很辛苦的啊，从早哭到晚，每一场都哭。对，也行，统筹非常棒，把哭戏都排一天，眼泪比白流，从早淋到晚上。对，哭懵了，到晚上非常的虐心的一场戏。就是周汉界有一种感受，平时我们都在嘻嘻哈哈、开玩笑、互相打趣，但是在那一刻的时候，那个情感可能还是会更加的充沛。对，因为那一场戏是整场下来一口气儿拍完。所以那个情绪一遍一遍要求非常的连贯，然后也是情感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是时候让大家知道，我们虽然一直互动，就是你戳我，我戳你，但是到那一刻真的是非常的就是有感染力。对，我们两个因为都各自有各自的身份和领域，那双强嘛，双强要谈一场恋爱，要直面的去面对自己的感情，可能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因为身上还背负了压力，还有很多的使命需要我们去跨越，包括自己的颜面。那这个过程，其实我们在当中的互动当中，其实就随着这个欢乐的气氛一直在逐步的增加。这次是继6年前就是《楚乔传》之后再次合作嘛？那这次再合作，两位是什么感受呢？因为你就跨过了很多阶段，直接就可以说我们就在现场就直接可以去讨论这一次合作这角色进组以前，你就得拿出一个其实你想象中的一种表演方式了，对吧？你不能再去，因为角色也不同了，人物性格又不一样。然后那这一次我们去怎么样把这俩角色就演的说能相互融合吧？就是沈黎和这个行云。省去了很多步骤当年拍楚乔的时候，真是也就后半部分，咱们说算是刚刚特别熟，还没算特别熟。原来是见着面打一招呼就这样，片场拍一拍。后来是可能交流就比较多了，加上这么多年，像我们两个身边的朋友，就是私下联络也是比较多，就更加熟悉了。那刚刚说到这种轻松的气氛，现场有没有什么即兴发挥呢？我们不仅仅是没有被这个剧本说特定的一些什么给束缚住加上这个我们的导演邓科，他也是一个非常充满想象力的这么一个人。然后我们在现场经常是，突然想到一个好玩的点，那我们都会尽可能的去这种可行性，现场发挥。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可以透露一下的？好玩很多啊，就加了一些
看似可能在古装片里不会出现的一种行为。对啊，嗑瓜子儿吃西瓜什么的啊，没有那么端着，没有说一定要把它拍成一个说多么固定的刻板的印象，刻板的这种仙侠，发挥空间比较大了。就有一些给大家意外惊喜的这种地方。天，就会觉得你这是怎么会做这样的事儿呢？他们怎么是这样互动的呀？然后一些笑点啊，还有一些梗啊，都是接地气啊，对，没有那么端着。大家会觉得看到我们更生动的一面。